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过年的事情真多，奇葩亲戚小孩口出狂澜，表姐一家炫耀男友还羞辱我，就连智障前男友都来膈应我。我反手就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花儿这样红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快要过年了，亲戚们都从外地回来了，爸妈今天特地邀请了几个亲戚来吃饭。我刚送走来找我玩的闺蜜，在楼下电梯内恰巧碰到了大姨和她儿子，一见面就客气地打招呼。我瞧着她穿着羽绒服挺漂亮，忍不住夸奖：大姨这身真漂亮，看着就和18岁小姑娘一样，哈哈哈哈。闻言，大姨也乐开了花，笑得脸上褶子都出来了。此时，一旁他儿子白了我一眼，奄奄道：大人可真是虚伪。我一愣，我寻思着这也无冤无仇啊。大姨连忙缓和气氛：思思别介意，俊俊乱说的哈，本来就是。俊俊瞪了我一眼，加重语气，双手插兜耍着帅。我尴尬不失礼貌地笑着：小弟弟你说错了哦，你都18了，又矮又丑，我可是直接说的呢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大姨是你同学呢。李思思，我绝不受这个气。说完，电梯门开了，我大步流星地走出去，留一个潇洒的背影，身后飘来俊俊的抱怨声：妈，你看他个傻逼，气死我了。大姨虽一向与我家不对付，但刚才被我夸了，这时也帮着我说话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回家后，我爸在客厅和他们唠嗑，我陪我妈在厨房洗菜做饭。大老远就听见大姨炫耀她儿子的成绩，据说年级第1，要考清华北大，大家都信以为真，眼巴巴地巴结他们。我暗自腹诽，成绩好没礼貌一样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但是按照大姨的尿性，一会指定得继续显摆。等到菜都摆到桌上后，我妈拆下围裙，笑吟吟地招呼大家吃饭。吃饭时，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叫俊俊的对我的敌意。我吃哪块肉，他就下筷子抢那块。我夹菜，他转桌，气得我差点摔筷子和他打起来，还是我妈一把按下我才压制住我身体里怒气。他主动挑起话题，不怀好意：姐姐，你是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？高考多少分呀？排名怎么样？我看看能不能和你一个大学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拿着筷子的手一僵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能不知道我就是个普通2本吗？普通2本500多分，我一笔带过，不想细说。也不是学历自卑，主要是怕多嘴亲戚大做文章。俊俊意味深长地嗯了一声，看着这是个炫耀成绩的机会，大姨不放过。那俊俊不用考虑了，2本怎么配得上我家俊俊？要我看，那只有清华北大才行。那群势利眼亲戚一拥而上的巴结他。对啊对啊，俊俊真是厉害。大姨听了乐开了花，但还要拉踩我。思思如果早年努力些，也不至于混成这样。听你妈说，现在工作也不怎样呢，真是受不了。我都后悔在电梯里夸了她一嘴。我妈的脸色也不好，闷头吃饭，一言不发。她性格软弱，很少与人发生冲突。我爸是个和事佬，这种情况下也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这个话题算是告一段落。俊俊突然笑吟吟地扬着手里的饭碗，叫我姐姐给我盛饭。以后你没工作的话，我可以让你来我这打扫卫生，给你开工资哦。此话一出，哄堂大笑。我捏紧了手里的筷子，反唇相讥：放你的狗屁！如果你是个残废，我免费给你盛饭打扫卫生。但是现在爱吃不吃，不吃饿死。他被对得满脸怒气，
碗重重地敲在桌子上。Shift， 亲戚没什么文化，听不懂，但知道这是在骂人，待以缓和气氛，还不忘炫耀一下，这孩子平常就喜欢说说英文。顿时，我嘴里的饭差点笑得喷了出来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学霸搞不清这单词的意思。我妈为了息事宁人，接过俊俊的空饭碗，麻溜地去盛饭。看到这幅场景，我心里很不舒服。但是盛过来时，俊俊趾高气昂地说：“太多了，这是想撑死我啊！少一点，神经病啊！来我家吃饭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。”我拍案而起：“你是不是有病？能吃就吃，不能吃滚！”空气安静了几秒，大姨看不惯儿子被我欺负，指着我鼻子骂：“李思思，你狂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儿子？他可是全校第一，稍微傲气一点怎么了？不像你一事无成。”话音刚落，门铃响了，我白了大姨一眼，先去开门。原来是我折返的闺蜜。我问她要留下吃饭吗？她连忙摆手，嘴里喘着粗气：“车钥匙落在你房里了，我找半天了，刚才发消息给你，你没看到我就上来了。”她越过我走向卧室，身子突然顿住，朝着餐桌看了一眼。本以为她被美食诱惑住了，她却突然开口：“张俊俊，梁老师。”张俊俊莫名就慌了，脸色不好，没想到低着脑袋还是被认出来了。戴姨见状，连忙上前握住闺蜜的手，语重心长：“多谢梁老师栽培，否则俊俊也不会有第1名的好成绩。这点钱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老师赶快收下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掏出现金塞给我的好闺蜜。我看呆了，居然有人身上带这么多现金。好闺蜜也一脸懵逼，然后豁然开朗，手指轻轻捏住那一沓钱，嘿嘿地笑着：“倒数第一嘛，这没什么的，您不骂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”什么倒数第一？破案了，破案了！原来俊俊一直在撒谎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年纪第一，常年倒数。我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，趾高气昂道：“大姨，你刚才说谁一事无成来着？是你家俊俊吧？”顿时大姨感觉脸都被他丢光了，抓起拖鞋就要打俊俊。他一溜烟跑了出去：“妈，你敢打我，那你就别想见到我了。”我站在原地哈哈大笑，抱着我的好闺蜜感谢：“你真是及时雨啊！”大姨刚追出去，又跑回来，飞快地抢走闺蜜手中的钞票，愤愤地看着她。事情并不总是如意的。大半夜睡得正香，戴姨疯狂按门铃闯入我家，大哭大闹，要我们陪着一起找俊俊，说要不是我，俊俊也不会离家出走。他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架势我挡不住，我只能装模作样的出去寻找一番。我套上宽大的棉睡衣，头发凌乱的在大街上溜达，还掏出手机和我男朋友吐槽这破事。累了就坐在台阶上玩玩手机。一阵冷风刮过，我打了个哆嗦，吐出一个鼻涕泡。李思思，好久不见。抬眼，这不是我那天杀的前男友吗？高中毕业在一起，异地1年就把我给绿了。我直呼好样的，见我不为所动，他上来抓着我的胳膊：“李思思，我现在飞黄腾达了，我们复合吧，我还喜欢你。”为了让我相信他说的话，他展示了手腕上的欧米茄海马007，还抖了抖腰间的车钥匙，保时捷卡宴。我对车一向不了解，认识这个是因为我男朋友前段时间买了一辆一样的，发图片给我参考过。看来这小子还真是有点能耐，但关我屁事。你走吧，我不喜欢你。我在风中凌乱，把乱糟糟充满棉絮的刘海撩上去，准备离开。前男友一把捞起另一边袖子，
暂时了万间的纹身 LSS。这时高3那个暑假纹的，说代表我们坚贞不渝的爱情。思思，你看，我从来没有忘记你。他罢了什么，我懒得听，直接离开了。幸运的是，戴姨在网吧找到了俊俊，我才得以早点回家睡觉。估计是在和朋友开黑，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去网吧，还被抓，真是挺糟心的。一大早还没睡醒，接到一通电话，未知联系人，我没在意就接通了。对面劈头盖脸一顿骂，都怪你这个贱女人，害得我妈骂我。你等着，我姐会给我出气的。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只听到嘟的一声，电话就被挂断了，留我一个人在原地迷茫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里面这个人是俊俊，不过他是怎么弄到我的手机号码的？果然，中午家族群收到一条信息，大致内容就是大姨明天中午请饭，是在一家人均消费比较高的餐厅。见状，亲戚们纷纷询问，这店好贵哎，这种地方我都没去过。电视里演的那种就是菜少还贵，就是看着高档。戴姨自信开口，我家大宝找了份好工作，还有个好男朋友，人家可厉害了。明天各位亲戚记得捧场啊！大宝就是俊俊的姐姐，小名叫大宝。说完发了几张大宝男友工作场景的照片，偌大的办公室，真皮沙发座椅，巨大的落地窗，群里瞬间沸腾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大宝能不能给我孩子介绍下工作呀？对呀，大宝可算是调到金龟婿了，我瞅着咋那么眼熟？这不是我男朋友的办公室吗？旁边那个沙发还是我亲自选的呀。看来她男朋友是个骗子啊，还盗图呢。大宝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王八绿豆对上眼了。第二天，我男朋友沈莲音约我去万达广场，说要给我一个惊喜，但是我晚上得去大姨那吃饭，我婉拒了。沈莲音不死心，说晚一点也可以，那等到吃好饭我就去万达吧。大姨订的店也不算很远。晚上吃饭时，我的大宝表姐穿的还真是风光，一身圣罗兰的呢绒燕尾服饰连衣裙，5位数啊！看来表姐的男朋友也不是一无是处。不过这是前2个季度的新品，我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因为我也有，只不过好久没穿，不知道哪去了。她踩着小高跟，扭着细腰走进来，尖细的嗓音听着我耳膜疼。各位叔叔阿姨先入座，我男朋友路上堵车，万一点到呢？大家笑呵呵的应下，其中不乏一些识货的，摸着表姐裙子的布料呢喃：大宝，你这个很贵吧？看着真漂亮，一看就是富家千金哎。这话听了谁不迷糊？我都快要替她高兴了，但表姐装作一副不在意的模样，像孔雀一般高傲地扬着脑袋，但是嘴角的笑意却是压不住。还好吧，小3万，男朋友给我买的啦，就是命好。对于我们这一大家子来说，花3万买件连衣裙，这也太离谱了，纷纷投出了羡慕的目光。大宝可真是出息，以后可得带着我混啊！对啊，大宝，小时候我可还抱过你呢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抱过算什么？大宝还在我手上撒过尿呢。亲戚这样子倒是看得我作呕，不知道等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会怎样。我爸妈管得严，从学生时期不让我找男朋友，所以我成年后还隐隐有些害怕。谈恋爱的事情一直没讲。我的本职工作确实工资不高，但是我从大学开始码字，现在收入也非常可观，长天卖了几本影视版权。我只能说我绝对不比表姐差。突然后脑勺被重重一击，我懵了几秒，一个沙包滚落在我面前，回头一看，不远处俊俊
正对着我笑，口型分明就是垃圾。我就说今天怎么没看他，原来是躲在这里暗算我。我捡起沙包使劲一丢，他轻巧闪过，眼看着沙包砸向他身后一人，那是我前男友顾城。霎时间，他的额头肿起一个小山丘。我正疑惑着他怎么在这，眼神被他抓个正着，不会是对我贼心不死来求复合的吧？该说不说，一身西装还是挺人模狗样的。下一秒，表姐甜甜地挽住他的胳膊：“宝宝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”这时他才发现他的宝贝被我打了。李思思，你干什么？就是嫉妒我有男朋友对吧？宝宝，我跟你讲，她就是我跟你说的凡人表妹，变脸大赛冠军非她莫属。大宝撸起袖子朝我走来，却被顾城一把拉住。算了，既然是你表姐，我就不和她计较了。大家纷纷夸她大度，骂我不懂事，我直呼溜啊。顾城看我的眼神分明有些心虚，他不敢来找我，怕我当面戳穿他的小把戏。前2天来刚找我求复合，今天就陪着大宝见七大姑八大姨。莫非他又劈腿？越想越乐，还真是般配。我当然是要慢慢看戏的，要他一直心惊胆战。吃着饭呢，沈莲英给我发消息，卖惨说车被助理开走了，其他的车要么在 4S 店保养，要么借给朋友了。这次赴约会晚一点，因为晚上他还有工作，没车不太方便。我无情地嘲笑他：“你个老板还被助理牵着鼻子走，哈哈哈！思思干什么呢？吃饭还玩手机，又没有什么可忙的，难不成是在找男朋友吗？”大姨突然叫住我，讽刺我不务正业，还没对象。大宝哈哈大笑：“表妹，你看看你这么大了，怎么连男朋友都没有？我让顾城给你介绍一个怎样？”这次晚饭，顾城都在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生怕被我当成靶子。此时此刻更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挑眉一笑，若有所思地望向他：“表姐夫，你觉得呢？”他尬笑2声，一脸不自在，假装掏出手机看看通讯录里的合适人选。那我看看吧。就在这时，手腕的纹身被眼尖的亲戚发现了，连忙问道：“哎，小伙子，你手上的纹身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说很多工作单位不让有纹身呢。”“对呀，只能花好多钱去洗掉。LSS 如果是名字缩写的话，这岂不是和李思思一样吗？哈哈哈哈，这也太有缘了。”我连忙解释，语气透露着淡淡的嫌弃：“大姑，你可别瞎说，我喜欢的可不是这样的。”顾城脸上肉眼可见出现一抹窘迫，我暗自笑笑，火上浇油：“表姐，你可得擦亮眼睛，不会是什么前女友吧？那这可太深情了哦。”在我的阴阳怪气下，表姐脸色挂不住了，暗地里狠狠掐了一下顾城。怎么会呢？我找男人的眼光可好了。在众人的要求下，顾城被迫解释一下这个来历。我倒是一点都不怕，因为我了解他。他不敢说，他面露难色。只见表姐快要发飙了，顾城脑子转得飞快，连忙解释：“误会误会，我之前喜欢一个女明星叫刘诗诗，她名字的缩写就是这个。”表姐将信将疑，但是一起打着马虎眼：“对呀，刘诗诗也是我最喜欢的女明星呢。”不错，脑子转挺快。但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她根本不看电视，也不了解什么明星，就连刘诗诗的名字都是几年前我和她还在一起的时候和她说的。那个时候她刚纹上我名字的缩写。我笑道：“如果以后我们分手了，你可以和你女朋友解释这是刘诗诗。”哈哈哈！没想到一语成谶，还真有这天。但是我并不打算放过她。
我灵机一动，瞅见了不远处周冬雨手机代言的人形立牌，恰巧代言人名字处被毁了。对啊，大姑二姨，你们看那个就是刘诗诗，表姐夫，你说对吧？我这副贴心为她解围的模样，成功让她相信了我。她连连点头，也为自己的处境松了一口气。对啊，对啊，刘诗诗就是她，大明星呢。大姑那些长辈认不出来明星，但是表姐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她的神奇蓦然严肃起来，一本正经地质问他：顾城，你说那个就是你喜欢的刘诗诗吗？对的，对的，纹身写的就是她。本以为会争吵起来，没想到表姐听了之后眼眶微红，声音哽咽，我渐渐听不到他们说什么了。下一秒，我的微信收到好友申请，虽然认不出，但是我抬眼恰好撞进顾城不满的眼神，我玩心大起，同意。对面迅速发来消息：李思思，你见不见啊？我还真以为你好心帮我，没想到你挖坑害我。你信不信我跟你鱼死网破？哎呦喂，给我整笑了。鱼死网破对我有什么坏处吗？指尖飞快地在屏幕上点击破啊，顺便把你前2天找我复合的事情跟他说，我都敬你就几分坦诚。末尾发一个阴阳怪气表情包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却发现我被拉黑了。我真的笑了，双手环抱，挑衅地看了看他。吃的差不多了，我就坐着玩手机。沈莲英吐槽她的助理失联了，给我准备的礼物还在卡宴上。我问他为什么借给助理，他说助理参加同学聚会，一群势利眼，需要撑撑面子。沈莲英心善，把助理当朋友就借了。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我眼前这个大快朵颐的前男友有问题。我沉思时，眼睛瞥见了表姐的裙子的袖口处有点不易察觉的烧焦的感觉，顿时我醍醐灌顶。我上次穿同款裙子的时候，沈莲应酬完抽着烟，我不让她抽烟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下，就是这同一个位置。怪不得我后来再也没看到过这条裙子，还以为是衣服太多了弄丢了。至于沈莲英的表，他和我说过不见了，以为是出差的时候丢了。看来这个顾城就是个小偷。晚饭结束时，我看见大姨因为费用的事情有点苦恼，因为这餐厅分量少，所以他们都多点了不少，也浪费了一些，花了不少钱。大姨正心疼着，小声嘀咕：真是的，这么贵，那男的怎么不付？他来这吃饭白嫖吗？不是说很有钱吗？我纤长的手指有节律地敲在桌上，心生一计，立马偏过脑袋和大姨故意大声地说：大姨，刚才表姐夫说了，今天的花销他买单。我捕捉到顾城脸上那一抹不易察觉的窘迫，他刚想反驳，我立马抢话，再悄悄打开手机录音功能。顾城可会赚钱了呢，手上那只表都好几万，门口那辆保时捷卡宴100万哦。姐夫，这车和表都是你的吧？当然是我的喽。他像个被拆穿心事的小学生，脸色不是很好。表姐夫，你不会这点饭钱都舍不得给表姐花吧？那表姐也太可怜了吧。这话听了人谁都不好受，表姐更不愿意在一大家子人面前丢人，再加上刚才纹身一事，她已经对顾城有了嫌隙，低声威胁：顾城，你不会真的对我这么小气吧？你那车100万啊，这点钱你都舍不得。男人犹豫着，还是付了钱。终于结束了。我本来打算离开，但是表姐觉得在我面前跌了面子，非要拉着我和他俩一起逛街，让我在旁边吃狗粮。思思，你和我们一起吧，你对万达熟悉，我男朋友没怎么来过，你给我们当导游，改天我让他给你介绍男朋友和工作。
我想着也好，我再做点妖。于是就出现了接下来的一幕幕。他们走在我跟前，时不时亲一口。表姐要路边的糖葫芦，顾城买一串；表姐要奶茶，顾城买一杯；表姐要花，顾城买一支。怎么说呢？一如既往的抠搜小气，全程只有表姐吃吃喝喝。我和顾城干走着，终于路过一家品牌服装店，表姐拖着顾城进去，然后挑了好几件衣服，算下来也不便宜。宝宝，你给我买，我就当你这个纹身不存在。我笑了笑，表姐不是一个笨蛋，有利可图的事情从来不会拒绝。顾城只好咬着牙去买了一件，正准备离开，表姐手上的奶茶泼到了一件定制礼服上，白皙的布料沾染了大量的白褐色液体，一时之间不堪入目。店员拉着我们不让走，先生女士，这是一位客人定制的，你们必须得赔偿。我摆了摆手，连忙后退，笑嘻嘻着，小姐姐不关我的事哦，他们泼的。顾城摇了摇头，示意表姐这件事情他不会管的，自己做错的事情自己负责。表姐试探性的，多少钱呀？价格一出，表姐脸都绿了。这一件定制款比他们手上那几包都贵。表姐拉着顾城正准备跑，店员威胁，你走的话我就报警了。最后表姐让他叫来店长，不相信这衣服这么贵，店员只好听话的叫来店长，这位女士真的不是我们讹钱，你手上那几件是本店最便宜的，而且还是过季款，你弄脏的是新款啊。我也没想到让店员拿出来熨烫一下就被你给泼了，真晦气。看着表姐为难的模样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店长却注意到我了，笑得谄媚，原来是您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您定制的裙子被眼前这俩人弄脏了，我赔您钱吧。我站直身子，看来马甲是捂不住了，好，麻烦了。转头，店长凶神恶煞地看着他俩，到底赔不赔钱？不赔钱我就报警了，店里可是有监控的。表姐和顾城愣在原地，对店长的态度转变感到诧异，叉腰大声质问，凭什么你对他态度那么好？你就是瞧不起人。李思思女士每个月都来这看新款，你呢？赔不赔？不赔报警了。他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，只好付了钱。表姐拽着顾城的胳膊往外扯，这辈子恐怕都不会想来这家店了。我在后头连忙跟上，目前沈莲英还没联系我，我就跟着这俩活宝，毕竟我还要替沈莲英看着卡宴呢。我发现即便如此，表姐他们仍然不能接受我的身份。顾城诧异地问表姐，你表妹什么时候这么有钱？放屁，肯定是店长认错人了。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卡宴上，表姐和顾城这趟都大出血，心痛得很。我们二人坐上顾城开的卡宴，表姐突然发现后备箱有东西，于是开始翻了起来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她脸上逐渐咧开了笑容，两眼放光，眼前是包装精美的黑色礼盒，有膝盖那么高，上面绑着金色丝带，低调又高贵。里面装的是一双细高跟鞋，银白色的，在灯光下闪着光，还有一束巨大的花，香槟和蓝色的玫瑰。最底下是一个小盒子，里面是一枚钻戒，上面鸽子蛋一样大的钻戒。顿时我热泪盈眶。我记得我和沈莲英说过，我希望和灰姑娘一样遇到属于我的王子，穿上属于我的高跟鞋。我希望每次我们见面可以收到花，一枝也可以，路边的小野花也可以。我希望我的婚戒是金子做的，因为之前他说很多女孩都喜欢钻石。我反驳，
我也喜欢，但是金子保值。沈莲英都有把我说的话让在心里，心里流淌着一阵暖意。之间，表姐看到那枚戒指，兴高采烈：“宝宝，这是你买给我的吗？”顾城眼神略带迟疑，始终没说话。我狠狠地瞪了他一样，希望他可以说实话。表姐正准备把戒指套上无名指，却被我一把按住了她的手。我高声喊着：“顾城，这不是你的吧？你知道这多少钱吗？你工作室不要了，这么给你女朋友折腾。但凡戒指上有划痕汉字，高跟鞋上有穿着痕迹，你觉得沈莲英会放过你吗？其他东西我可以忍，但是这是沈莲英给我求婚的戒指，还有我梦寐以求王子送的水晶鞋。我本来并不打算把沈莲英搬出来的，因为我想等到他来的时候亲自惩治顾城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沈莲英我不认识。他吓得险些跌倒，虽然嘴硬，但还是一把抢过表姐手中的戒指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这是客户的东西，弄坏了我可会遭殃的。顾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东西还不给我？不会是给你的 LSS 的吧？”确实是给 LSS 的，但是不是他给的。这时，他突然接了一个电话，对着电话那头的人唯唯诺诺的，脸色差极了。我恰巧收到了沈莲英的微信消息，叫我发个位置来接我。我回他：“我在你的卡宴里。”随即发了一个定位，顺便把吃饭时录制的顾城承认车表是他的录音发过去。“宝宝，我给你打个车，你和你表妹回去。客户找我有事，我得立马赶过去了。”他抓着表姐的双手，表情诚恳。但是经过刚才的事情，表姐已经不相信他了。她愤怒地甩开了男人的双手：“那我当你的助理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客户是何方神圣。这种煽风点火的机会我怎么能放过？对呀，你可不能对我表姐不忠。”我轻轻拍着表姐的背部安抚她，鼓励她继续纠缠。这回顾城彻底恼了，按着表姐往外推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走呢？”表姐歇斯底里，面色通红。这时，一道低沉清润的声音传入耳廓，面容冷峻，胳膊随意地搭在打开的车门处，勾着身子往里瞧。“因为车是我的，顾助理，明天去人事部一趟办理离职手续吧。”此话一出，他俩都愣住了。顾城难以接受自己失去一份工资不错的工作，表姐难以接受自己的男朋友是个骗子。她不肯相信，凭什么你说这车是你的？分明就是顾城的。见沈莲英不理他，他话锋一转，和我针锋相对：“李思思是你对吧？你看不惯我俩，这男的是你的人对吧？”我钻出车子，牵着沈莲英的手，眼神的凌厉敛了几分。“对，是我的人。给表姐介绍一下，我男朋友沈莲英，顾城的老板。”沈莲英朝我笑笑，对着表姐微微点头，礼貌又疏离：“你好。”转头看向顾城：“车钥匙给我吧。”闻言，他只能不情不愿地归还车钥匙，正打算离开，还扭头说一句：“沈总，实不相瞒，李思思是我前女友，就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，看我没钱就离开了我。我看这段时间您待我不错，我才跟您推心置腹的。”顾城担心沈莲英不相信，还展示了手腕的纹身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记响亮的巴掌狠狠地落在顾城的脸上：“渣男！你前女友居然是我表妹，纹身居然也是她，分手啊！”表姐哭得喘不上气，接着被顾城用力推了一把，跌倒在地。“贱人，你吵什么？如果不是你，我能丢工作？老子给你花这么多钱了，你说分手就分手？普通二本500多分，我一笔带过，不想细说，也不是学历自卑，
主要是怕多嘴亲戚大做文章。看说，虽说我一直讨厌他，但不代表我可以看着他被打。顾城，你还敢动手，我就让你进局子。你手上的表足够让你进去，才几年缝纫机。表姐和我道谢了，从小到大第一次这么真诚的和我相处。我给他打了个车回去，没告诉他，他身上的衣服也是顾城偷我的。至于顾城把手表还回来了，沈莲因答应他不起诉，条件是不再纠缠表姐。沈莲因发现后备箱的东西被打开过，有点失落。思思，你看过里面的东西了吗？我憋笑点点头。可恶，我的惊喜全毁了。这时他手机的闹钟突然响了，他把我按到车里，连忙开车到万达广场。我一脸懵逼问他怎么了，他摇摇头，让我别管。他拉着我的手下车，一路狂奔。10点整的时候， LED 大屏幕上播放着我和他一起度过的点点滴滴。第一次相遇，第一次约会。当我泪流满面的时候，我的手指突然被套上了什么东西，是那颗巨闪的钻戒。不要诧异，我的求婚计划被你提前知道了，那我就不求了，怕你拒绝。第二天，表姐拉着俊俊登门道歉，表妹以前是我对不住你，这次多谢你了，以后需要什么和我说一声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知道你和这个小兔崽子有仇，我特地把他拉过来了。他们一对姐弟一改往日猖狂的模样。表姐拽了一下俊俊的袖子，他被迫前进一步。姐姐对不起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针对你。说完，他给我深深鞠了一躬。看着这个大男孩别扭的模样，我扑哧一笑。我也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，立马扶他起来。我也该为我那天电梯里的话道歉。其实你不丑也不矮。他看着我，眼睛里亮晶晶的。姐姐，其实我觉得你很漂亮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